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。今天咱们来做一道素三鲜的水饺，这应该算是做起来最简单的一道水饺了，但是味道特别的鲜美，深受很多朋友的喜爱。三鲜馅可以有很多种的搭配，今天咱是以韭菜、鸡蛋、木耳为主的。这期视频更多的也是分享怎样来调馅，保证做出来的饺子鲜美可口。首先来和面，在500克的中筋面粉里加入280克的水，和成一个面团就行了。做饺子要把面团使劲的揉一会儿，就是揉的硬一些，煮的时候不易破皮。面团和好后，放在和面盆中，盖上盖子，先松弛着。趁着松弛的时间，正好来准备馅料。今天咱做的是一道特别好吃的素三鲜的水饺，这2天也是过年的时候吃的肉比较多，今天咱就吃个素的，是500克的韭菜切碎，韭菜要提前摘干净、清洗干净。接着再切一些提前泡发的木耳，这些木耳没有泡发之前大概是干的30克左右。接着再加入30克的虾皮，最后再炒上4到5个鸡蛋，我们的材料就全部准备好了。材料是非常的简单，但老爷子经常会说做饭技术是一方面，哪怕咱们的环境工具都不好，但在食材的处理上一定要干净整洁了之后吃着都会舒心。炒鸡蛋的时候可以多放一些油，因为后面调馅的时候也得放油，这里多放一些，炒出来的鸡蛋香，调出来的馅好吃。适当的后面就可以少放一些。那加入鸡蛋直接搅散，炒成鸡蛋碎，炒熟之后稍微一放，就和刚才准备的材料混在一起，接着就简单的调拌一下。简单的调拌一下之后，加入少许的调料。咱做的这个是素三鲜的，韭菜就已经很鲜了，调料就不需要放太多，就简单的放上少许的鸡精。再根据馅料的情况，就是看馅料是不是偏干，干的话就再加入少许的油，大概是普通吃饭的勺子3勺30克左右。再加上少许的香油，大概是1到2勺15克左右，就是芝麻油，我们这边都叫香油，调拌均匀就可以了。最后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少许的盐，由于我们放的虾皮比较咸，所以盐的分量得根据我们放的虾皮的咸度来调整。一般的情况下8到10克就够了，我们可以先少放一些尝一下，感觉淡了可以再加。那加入盐之后简单的调拌一下，就要立马把饺子包起来，不然等着盐把韭菜都杀的蔫了，包出来的饺子发黏就不好吃了。这个时候面团松弛的也就差不多了，取出来撒上少许的干粉防粘，切成小剂子擀成面皮包入馅料。包饺子大家肯定都会，反正像我虽然包的不是很好看，但是最起码能凑合着包起来。如果感觉擀饺子皮特别的麻烦，现在大一点的超市或者是农贸市场都可以买到现成的饺子皮，还是很方便的。有的朋友煮饺子的时候可能会煮破，这个问题就和面的时候把面团和的硬一些。其次就是擀饺子皮的时候尽量擀到中间厚两边薄。最后就是包入馅料，要把饺子皮捏紧实。这里分享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法，就是把饺子皮先对折起来，然后用2个手的虎口使劲的按一下。这种方法包出来的饺子虽然不太好看，但是能使得上劲，让包起来的饺子结实，煮的时候不易散，包起来的速度又快，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。饺子包好以后就直接下到热水里，水要多一些，防止煮饺子的时候比较拥挤，煮破皮。刚下到锅里，饺子是沉在下面的，不一会儿水开了就能飘上来。煮的时候为了防止饺子粘在一起，最好用勺子把饺子推散。
那等着水开之后，饺子都飘上来了，这个时候还是半生不熟的，就得打水了。素馅的打上1到2次凉水就行，肉馅的打上2到3次。打水的目的就是现在的饺子皮已经熟了，但是馅儿还不熟。如果继续煮，饺子皮煮的时间长就破了。打上凉水给饺子皮降一下温，从而让饺子馅儿有更长的受热时间，同时还能防止淤锅。最后煮到饺子都鼓起来，用手一按能感觉出来的，这个时候就熟了，不需要再煮了。这样就非常简单的做了一道素3鲜的水饺，吃起来是非常的鲜香。像这种类型的水饺，别管是用多贵的材料，还是做的多好，还是这种现包现吃的是最好吃的。好了，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，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记得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的这期美食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